公元前210年7月20日，秦始皇在沙丘病逝。那么他的身后事是怎么处理的呢？秦二世即位后又做了些什么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沙丘之变及秦二世登基。秦始皇病逝在沙丘，距离咸阳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李斯担心，一旦公布了秦始皇的死讯，时间久了恐怕会引发天下大乱，便和赵高商议，密不发丧，等回到咸阳再行公布。在这期间，赵高便劝说李斯，不如篡改诏书，让胡亥继位，但遭到了李斯的反对。赵高就问李斯，无论是在才能、所建立的功勋，还是谋略，以及获取扶苏的信任，你觉得哪一条你能比得上蒙恬？李斯回答说，那我都比不上。赵高便说，那么既然如此，只要扶苏即位，必定会重用蒙恬，你自己的结局还不够显而易见吗？李斯再三权衡之后，便答应了赵高，一起谋划立胡亥为太子。随后他们又用秦始皇的名义给扶苏写了一份诏书，指责他多年来不仅不能开疆拓土，还使大量的士卒伤亡，并且还多次上书诽谤父皇，经常抱怨不能返回咸阳当太子。因此扶苏是个不孝之子，赐给宝剑让其自裁。而蒙恬不但不纠正扶苏的过失，还一起参与扶苏的图谋，也为臣不忠，让其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后，也自行了断。接到诏书后，蒙恬觉得不太正常，可能有诈，就让扶苏写奏折再确认一下。但在使者的多次催促下，扶苏最终选择了自裁。蒙恬不肯就范，使者便将他交给官吏治罪，囚禁在扬州，并让李斯的舍人担任护军，然后回报李斯和赵高。胡亥听说扶苏已死，就想将蒙恬给释放了。而此时蒙毅也代替秦始皇外出祈祷山川神灵回来了。赵高就一再地劝说胡亥不能放过蒙氏兄弟，于是蒙毅也被逮捕了，囚禁在代郡。秦始皇的车队按照之前的既定路线继续行进，为了不让尸体腐烂，将它放在能调节冷暖的粮车中，由最信任的宦官在车内陪乘。每天还是按时上餐，百官奏报的事务也和过去一样，由宦官从车里接手和批复。至于秦始皇的死讯，只有胡亥、赵高、李斯以及5-6个信任的宦官知道。秦始皇的车队穿过井陉，去往九原郡。当时正值酷暑，从装载秦始皇遗体的粮车里不停地散发出恶臭。为了掩盖这种味道，李斯便指示随从官员购买了1担的鲍鱼，装入车中，混入车队，借鱼的腥味混淆腐尸的气味。之后秦始皇的车队便从秦直道抵达咸阳。回到咸阳后，李斯便发布了秦始皇去世的消息，并且宣布了胡亥继承皇位的诏书。胡亥顺利继位，即2世皇帝。胡亥继位后，便开始了对兄弟姐妹的大清洗。在咸阳的事上，一次就将12个兄弟集体砍头，枪血喷射，触目惊心。之后又在渡游的刑场上，将6个兄弟和10个姐妹活活地碾死，血肉狼藉，惨不忍睹。公子姜驴和其他2个兄弟实在编不出什么罪名，就把他们囚禁在内宫，让赵高逼他们自尽。公子高见兄弟姐妹们都已经惨遭毒手，自己也难免一死，就上书秦二世，说他愿意为父皇在骊山脚下陪葬。秦二世便高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，并且还赏赐了10万钱，让他去骊山殉葬。至此，秦二世的所有兄弟姐妹都已被诛杀殆尽。清除完兄弟姐妹，就该轮到文武大臣了。在赵高的怂恿下，对所有不听话的大臣大开杀戒。他先是派使者去代郡，逼迫蒙毅自尽，之后又派人到扬州逼蒙恬自杀，蒙恬也服毒自尽。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杰为了避免遭受羞辱而死，也选择了自尽。就算对于李斯这个原来的盟友，赵高也不放过。他找了3条罪证诬陷李斯。李斯知道后也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，可是胡亥根本不信，还将李斯的书信给赵高看。赵高看完之后，知道他和李斯要争个你死我活了，他就进一步罗织罪名，继续诬陷李斯。最终胡亥下令将李斯逮捕，并且交给赵高审理。赵高就对李斯用尽酷刑，逼李斯认罪。李斯无法忍受酷刑的折磨，只能屈打成招。
公元前208年，也就是胡亥即位的第2年，李斯被处以极刑。先是情面，就是在脸上刺字；其次是缢刑，就是割掉鼻子；紧接着砍断双脚，之后再腰斩；最后是海，就是剁成肉酱。这是当时最为残忍的处死方式，叫做锯五刑。李斯的家人也同时被杀。之后，赵高就将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在重要岗位，是朝中要职，遍布赵高的党羽。除了清除异己，胡亥即位后还继续征调大量的农夫修造阿房宫和骊山墓地。之后又调动5万士卒来咸阳守卫，并让各地向咸阳提供粮草，而且规定运送粮草的人禁止吃咸阳周围300里以内的粮食，必须自带干粮。全国各地的农民除了常年的无偿劳役外，赋税负担也日益加重，常年的积怨最终导致了各地民变四起，大秦帝国摇摇欲坠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千古一帝秦始皇去世后是怎么埋葬的？他历时39年，动用70多万人修建的陵墓到底是什么样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秦始皇陵及秦始皇兵马俑。公元前247年，13岁的嬴政登基称帝。在这一年，他的陵墓就开始动工修建了，一直修到他去世也没有修完。胡亥继位后又修建了1年多，才基本完工。整个工程历时39年，动用劳工最多时达到70多万，由李斯主持，少府令章邯监工。秦始皇陵的南面依靠骊山，北面与渭水相邻，东侧有一道人工改造的鱼池水。鱼池水发源于骊山东北，本来是由南向北流淌的，后来在修建秦始皇陵时，在西南侧修筑了东西长1000余米的大坝，将鱼池水改为西北流向，从秦始皇陵的东北绕过。据水经注记载，在鱼池水的西南方还有一条温泉水流过，这样就形成了秦始皇陵依山环水的地理特征。陵园的整体是仿照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的，由2个狭长的长方形城垣构成，呈回字形，城垣的遗址都还在。外城的周长是6210米，四面各有门址一处。内城的周长是3840米，北墙有2个门，其余墙面各有1个门，城墙高约8到10米。内城的中部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夹墙，将内城分为南北2个部分，在南半部有一个封土堆，封土状呈覆斗形，底部近似于方形。经过2000多年的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，现存的封土比原来缩小了很多。现在封土的底部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，高87米。封土的下面就是地宫，是放置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，也是秦皇陵建筑的核心所在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地宫的顶部有模拟日月星辰的装饰，地面是按照山川地形进行构造的，用水银模拟出江河湖海。整个地宫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真实世界，使秦始皇驾崩后也能以另一种方式统治着他亲手建立的大秦帝国。那么地宫有没有被盗或被破坏呢？根据现代技术的探测，地宫里并没有进水，也没有坍塌，靠近地宫的区域也没有盗洞，只在距离较远的甬道处发现了2个9米深的盗洞，因此可以证明秦始皇陵的地宫还是完好的，并没有遭到破坏。而秦始皇陵之所以一直没有挖掘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依靠现在的技术，还无法保证挖掘地宫后墓葬内的珍贵文物不被破坏。1974年，当地农民在打井的时候，偶然间发现了陵园东侧1500米处的兵马俑坑。兵马俑一经面世就震撼了世界，被评为世界第8大奇迹。然而，兵马俑坑只不过是秦始皇陵400多个陪葬坑中的一小部分。兵马俑目前已经发掘的是3个坑，成品自行排列，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，有陶俑和陶马共8000余件，战车130多辆，青铜兵器4万多件。所有兵马俑都是依照真人和真马制作而成的，其中武士俑身高1.8米，马俑高1.5米，长2米。难得的是，所有兵马俑都是千人千面，形象、表情、服饰以及发型等都是各不相同，各具美感，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兵马俑都是灰色的，
其实刚出土的时候都是色彩鲜艳的，只是由于发掘时没有先进的保护手段，才导致兵马俑在出土后很快就被氧化，颜色全部脱落。现在发掘的除了兵马俑，还有百戏俑。百戏俑也是和兵马俑一样，都是1:1等身的写实陶俑，最高的达到1.97米。每一个陶俑的肌肉线条、手指、脚趾以及姿态都非常自然和灵动。除了陶制的俑，还发掘了46个青铜水禽，每个水禽的身上都有彩绘，分别是天鹅、仙鹤和鸿雁3大类，每一个都各具特色，栩栩如生。在封土西侧出土的2辆铜车马，更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黑科技。铜车马通体彩绘，所用的颜色以蓝、绿、白3色为主。制作所用的锡青铜是根据铸件的不同使用性能，采用了不同的合金比例。可见，在当时就已经将合金技术运用如此娴熟了。铜车马是按照1:2等比例缩小的，如此精确的等比例缩小技术，比等身的技术难度要更大。铜车马是由3500余个零部件组装而成的，分别用铸造、镶嵌、焊接、子母扣、活绞等多种工艺进行组装，甚至有些链接工艺和现代的技术原理是一样的。例如，马嘴上的锁链就和我们今天表带的衔接原理类似。马头上的项圈是由82个小金块和78个小银块焊接而成的，金的熔点是1064摄氏度，银的熔点是960摄氏度。不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进行熔炼的，而且用显微镜观察发现，金和银之间的焊点只有头发丝那么细。还有马的璎珞、骑手身上衣服的褶皱，这些技术很难想象是2000多年前的人制作出来的。铜车马的伞盖是一体成型的，直径达1.2米，而厚度仅有1到4毫米。可见秦朝人的工艺技术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除了已经发掘的兵马俑陪葬坑之外，未发掘的还有大大小小400多个陪葬坑。另外还有刑徒墓地、珍奇异兽、石料加工遗址以及地上建筑群遗址等。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结构最奇特、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。它充分表现了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宝贵财富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